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清朝康熙年间，在保定府有个叫沈长林的教书先生。沈长林曾在京为官，因为性格耿直，不会溜须拍马，始终受排挤。他一怒之下辞了官，回到老家保定府开馆教书。沈长林娶妻韩氏，两人育有一女，年方3岁，名叫沈碧云。一家3口过得倒也幸福安稳。这天，沈长林正在私塾教书，说到精彩之处，忽闻窗外有人鼓掌，道：“沈兄，文采不减当年啊。”沈长林听着有些耳熟，赶忙朝窗外望去，一见来人，沈长林大笑道：“原来是孝君兄。”来人正是沈长林的好朋友杨孝君。沈长林走出屋子，施礼道：“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杨孝君还礼道：“我被调到保定任职，得知你在这儿，特地赶来和你相见。”沈长林笑着说：“走，喝酒去。”就这样，两人携手揽腕来到一家酒楼。俗话说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沈长林和杨孝君是好友重逢，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席间，杨孝君问：“我听说你前几年得了一位千金。”沈长林一谈起女儿，立刻来了精神，眉眼飞扬地说：“我那女儿甭提多漂亮，多乖巧了，长大后定是一个贤妻良母。”杨孝君闻言说道：“沈兄，我膝下有一子，名叫杨怀仁，今年刚5岁，和令爱年纪相当，不如咱们两家结个儿女亲家，如何？”沈长林一拍桌子道：“我也正有此意，就这么定了。”说完，两人共同举杯，一饮而尽。自此之后，沈杨两家经常走动，关系越来越融洽。而沈碧云和杨怀仁也是两小无猜。可世事无常，没过几年，沈长林突然病故，留下韩氏独自带着女儿生活。沈家自此逐渐落魄。和沈长林不同，杨孝君的仕途非常顺遂，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。俗话说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如今的杨家可不是沈家能高攀的。慢慢的，两家人越走越远。18年后，沈碧云已经长成一位大姑娘，她生得粉面如花，眉眼如笑，亦步亦趋，袅袅婷婷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美人花。沈碧云不但长得好看，还勤劳善良，4里8乡爱慕她的男子都可以排到城门口了，可她一个也没看上，因为在她心里早就住着一个人，那就是杨怀仁。韩氏知道女儿的心思，她总是劝慰道：“碧云，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，现在的杨家今非昔比，人家早就把你忘了。”沈碧云当然知道母亲的用意，为了不让她担心，沈碧云从来都是表面应承，可内心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。这天上午，沈碧云正在院中和她养的小花猫玩耍，这是沈碧云10岁的时候在山上捡来的。说来也怪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小花猫一点不见老，依然每天活蹦乱跳的，一人一猫玩得正起劲儿。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轻咳一声，然后说道：“碧云。”沈碧云回头望去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公子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朗星，身材匀称，文质彬彬。沈碧云试探地问：“你是怀仁？”年轻书生点点头，激动地说：“碧云，是我，我是怀仁。”沈碧云满面含羞，低下头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杨怀仁笑着说：“我来看看你。”沈碧云抬起头，看他还望着自己，杨怒道：“看够了没有？一辈子也看不够。”沈碧云刚要说话，却听屋中传来韩氏的声音：“碧云，谁啊？”沈碧云赶忙说道：“娘，是杨怀仁来了。”韩氏闻言有些错愕，他说：“进来说话吧。”杨怀仁走进屋，朝韩氏深施一礼，道：“
怀仁拜见伯母。韩氏笑着说：“免礼。怀仁啊，你这次来所谓何故啊？”杨怀仁说：“我就是来看看您和碧云。”韩氏略加思索，说道：“你父母对咱们俩家的婚事怎么看？”杨怀仁没有说话，因为他知道父亲早就想把这桩婚事给退掉，只是自己始终坚持，他这才没有来沈家退亲。韩氏一眼就看出杨怀仁的意思，他有些恼怒地说：“其实这亲事，当年本就是你们父亲的酒后之言，算不得准。况且现在追求碧云的小伙子有很多，我正打算招一个上门女婿，将来为我养老送终。”沈碧云怕杨怀仁误会，就想解释，却被韩氏阻拦。他接着说：“怀仁啊，你回去和你父母说，你们的婚事就算了吧。”杨怀仁赶忙说：“伯母，我和碧云是真心相爱的。”韩氏笑着说：“想要娶碧云也可以，除非你入赘到我们沈家。”沈碧云焦急地说：“娘，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”韩氏转头又对杨怀仁说：“怀仁，我就不留你了。”闻言，杨怀仁望了望沈碧云，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。杨怀仁回到家，把经过和父亲说了一遍。杨孝军气得暴跳如雷：“什么入赘？他做梦！”旁边的小妾程氏也添油加醋地说：“就是也不看看他们沈家现在的样子，居然想让怀仁入赘。难道他疯了不成？”原来杨怀仁的亲生母亲在多年前已经去世，前几年杨孝军又娶了程氏，不过一直没有扶正，到现在还是个小妾。杨孝军越想越气，他对儿子说：“这门婚事就这么算了吧，我不可能让你入赘到沈家。”杨怀仁还想说什么，旁边的程氏说：“就是，就凭怀仁的条件，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？何必在沈碧云这一棵树上吊死？我娘家就有个合适的侄女，跟怀仁差不多的年纪，那样子甭提多漂亮了，从小知书达理，贤良淑德，和咱们怀仁真是天生一对。”杨孝军一听，赶忙说：“那你明天就回娘家问问，要是能行，就把她带来让我瞧瞧。不行，爹，我心里只有沈碧云，别的姑娘我都看不上。”说完转身就走出了屋子。杨孝军冲着儿子的背影喊道：“你的婚事由我做主。”程氏一边给杨孝军捶背，一边说：“老爷，您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”其实程氏之所以想要把娘家的侄女介绍给怀仁，主要是稳固自己在杨家的地位。如果他的侄女成了杨怀仁的媳妇，那自己就可以永远在杨家待下去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回到房间的杨怀仁心想，看来父亲是铁了心要给我另选妻子，我得赶快想个办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杨怀仁就来到正堂给父亲请安，然后便说了要去外地做生意历练自己的想法。杨孝军知道这是儿子的缓兵之计，不过他也不想逼迫得太紧，于是就点头答应了。当天晚上，杨怀仁来和沈碧云辞行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难舍难离。最后杨怀仁深情地说：“碧云，你等着我回来，等我回来一定娶你。”沈碧云哭着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杨怀仁离开了保定府，开始走南闯北的做生意，这一去就是2年。这天傍晚，一辆马车伴着夜色驶进城里，马车停在沈家门前，从上面跳下一个年轻公子，正是外出2年的杨怀仁。现在的杨怀仁经过2年的历练，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青涩。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瞬间愣在当场。原来此时的沈宅早已破败不堪，大门已经倒了一扇，而另一半也是斜靠在门框上。透过大门可以看到，院子里满是荒草，看样子不是荒废1天2天了。杨怀仁反身回到马车上，说道：“回家。”车夫扬起鞭子在空中一甩，马车直奔杨家而去。回到家的杨怀仁顾不上其他，直接跑到父亲的房里。他焦急地问：“爹，
沈家发生了什么事？见到儿子回来了，杨孝军非常高兴，可听到他第一句就是问沈家的事，杨孝军多少有些生气，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说，就在你走后没多久，沈家母女突然就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，衙门也找了好久，始终没有头绪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杨怀仁颓然坐在椅子上，他口中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：碧云，你在哪儿？杨孝军看到儿子伤心的样子，他心里也不好受，于是劝慰道：怀仁，忘了他吧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准他们母女已经死了，你还有自己的生活。杨怀仁好像没有听到父亲的话，还是自顾自地叨念着。杨孝军继续说：儿啊，这2年你不在家，我可没闲着，给你物色了很多好姑娘，对了，还有你姨娘家的侄女，我可是见过了，真的挺漂亮。杨怀仁根本没理会父亲的絮叨，而是说了句：爹，我先回房了，转身就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杨怀仁又来到沈宅，他把街坊四邻走访了个遍，很多人都是这些年刚搬来的，根本就不认识沈碧云。也有几个老人说，那天晚上听到了几句争吵声，随后就没了动静。第二天，沈家母女就离奇失踪了。杨怀仁心想，难不成沈碧云被坏人绑走了？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杨怀仁一点有价值的信息也没有找到。这些天，父亲和程氏也没闲着，他们把程氏的娘家侄女接到了杨家，并且介绍给杨怀仁。那个女孩名叫程英，模样的确很清秀，而且看上去也很文雅端庄。杨怀仁对她的印象不错，但也仅限于朋友之间，他不想耽误程英，同时也为了躲避父亲每天的唠叨，杨怀仁又一次离开了家。这次他去了京城，杨家在京城有好几家店铺，杨怀仁挑了一间绸缎庄，住在了后堂。这天傍晚闲来无事，杨怀仁独自一人在京城逛了起来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到一个混沌摊，摊前有一男一女正在忙活生意。男的个子不高，但很结实，皮肤黝黑，五官还算端正。女子身材很好，但奇怪的是头上始终戴着个围帽遮住了脸。据说他们是2年前来到京城的，因为女子身材惹火，再加上没有人见过她的长相，所以被当地人戏称为混沌西施。杨怀仁一见女子，顿时被她深深吸引，因为这个女子的一举一动太像沈碧云了。杨怀仁不自觉地来到混沌摊前，他要了碗混沌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卖混沌的女子，直到深夜要收摊了。男子来到杨怀仁桌前，说道：客官，我们要收摊回家了，您看。杨怀仁赶忙从怀里掏出散碎银子放在桌上，道：小二哥，这是那碗混沌钱，耽误你们这么长的时间，真不好意思，多余的就当作是小费吧。男子闻言开心不已，他说道：多谢公子。杨怀仁继续说：小二哥，我听你口音好像是保定府的吧？男子点头道：公子好耳力，我和碧云都是保定人。杨怀仁听到碧云2个字，如遭雷击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朝那女子走去。只见那女子此时已浑身颤抖，不住地抽泣。杨怀仁轻声问道：碧云，是你吗？女子没有出声。真的是你，碧云，我可找到你了，哈哈哈。杨怀仁喜极而泣。这时旁边的男子似乎也反应过来，他赶忙说：公子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再见。杨怀仁没有理会男人，而是冲女子继续说道：碧云，你这些年去哪了？你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女子哭着说：怀仁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你也没必要知道这些。2年的时间让我们都改变了太多，今后请你不要再来了，我们2个人终究是有缘无分。说完挑着东西和那个男人消失在夜色中。杨怀仁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
半天的时间由喜转悲，让他不知所措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绸缎庄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始终想不明白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沈碧云对自己是这个态度？杨怀仁不甘心，他决心要找碧云问个清楚。第二天，杨怀仁又来到混沌滩，看到碧云和那个男人依然在忙碌着。杨怀仁大步走到碧云跟前，问道：碧云，我只想知道当年你家发生了什么。碧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沉吟片刻，她轻轻撩起面纱。杨怀仁一见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面纱后是他朝思暮想的模样，只不过多了一道狭长的刀痕。杨怀仁惊诧地问：碧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碧云淡淡地说：我永远忘不了2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一群黑衣人闯进我家，他们将母亲打倒，然后把我带到一处地方，他们要对我无礼，我抵死不从。于是他们恼羞成怒，砍了我一刀，我当时晕了过去。后来我被吕二哥所救，他见我可怜，就收留了我。我们始终以兄妹相称。杨怀仁问道：伯母呢？不知道，我娘到现在生死未卜。杨怀仁想要拉起碧云的手，却被他轻轻躲开。碧云，从今往后我来照顾你，好吗？沈碧云摇摇头说：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你还是走吧，我们从此再不要相见了。杨怀仁一把抱住碧云，他说道：碧云，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离开你了，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沈碧云此时早已泪流满面，她想要挣脱，可始终是徒劳的。她说：怀仁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走吧，将来肯定能找到比我强100倍的妻子。杨怀仁抱着碧云不肯放手，他说：你就是我最好的妻子，碧云不要赶我走，求你了。沈碧云最终还是被杨怀仁的真情所感动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好半天，一声轻咳传来，两人这才分开。沈碧云侧过头望去，原来是吕二。沈碧云赶忙对杨怀仁说道：怀仁，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吕二哥。杨怀仁闻言立刻施礼道：吕二哥，请受杨某一拜。吕二连忙双手相搀道：杨公子客气了，我把碧云当作亲妹妹看待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杨怀仁说：吕二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跟我回家。说着拉着碧云和吕二回到了绸缎庄。一进门，杨怀仁立马叫人安排了一桌丰盛酒席，三人围坐在一起互诉这些年的近况。晚上，杨怀仁安排吕二住在绸缎庄里。杨怀仁和碧云小情侣多年未见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。碧云说：怀仁，我现在面貌丑陋，你家定不能同意咱们的婚事，倒不如我们一起归隐山林，做一对无忧无虑的夫妻，怎么样？杨怀仁当即点头答应。他说：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明天我们就出发。碧云红着脸投入杨怀仁的怀抱。第二天，杨怀仁在绸缎庄的柜上支了1000两银子，三人收拾停当出了京城，进入了大山里。他们在深山里造了个小院，又开垦一小块地方种些蔬菜，白天劳作，晚上坐在一起谈天说地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时光如梭，一晃过了2个月。这天晚上，三人正在吃晚饭，杨怀仁突然对吕二说：二哥，我和碧云打算下个月初6结婚，你看怎么样？吕二明显一愣，然后笑着说：太好了，恭喜你们。杨怀仁看着碧云，然后说道：委屈你了，碧云。碧云说：只要能嫁给心爱的人，就不委屈。吕二突然说：结婚是人生大事，马虎不得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去京城给你们置办些成亲要用的东西，怎么样？杨怀仁说：二哥，我跟你去吧。吕二一笑道：算了吧，你还是在家照看碧云吧。杨怀仁尴尬地挠了挠头，三人都大笑起来。第二天清早，
吕二连早饭都没吃，直奔京城而去。过了10天，吕二才回来，只见他买了不少生活用品，前面挂着，后面背着，手里还提着，就差脑袋上顶着了。杨怀仁和碧云一见，当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吕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不快搭把手！”就知道笑。杨怀仁和碧云赶忙上前，帮吕二把东西取下来。吕二一边忙活一边说：“碧云，你看看还缺啥不？”碧云仔细看了半天，这才说：“二哥，你买得也太全了，什么都不缺。”吕二憨憨地说：“不缺就好。”时间来到了初5，明天就是杨怀仁和碧云成亲的好日子。一大早，吕二就说：“兄弟，咱们今天去山上打猎，明天摆上一桌像样的酒席，可不能委屈了我妹子。”杨怀仁说：“二哥说的是。”碧云嘱咐道：“你们早去早回。”两人都点了点头，直奔山上走去。可直到天黑，二人也没有回来。碧云不免有些担心，她站在院门口，不住地朝山上的小路望去。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碧云的心头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咣当一声，院门被撞开，吕二在外面喊道：“碧云，不好了，怀仁出事了！”碧云跌跌撞撞地从屋里跑了出来，她抓住吕二的手，说：“二哥，怀仁怎么了？”吕二哭着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今天他们二人去山上打猎，收获颇丰。后来太阳落山了，二人就想打道回府。可走着走着，杨怀仁忽然看见一只山羊，他知道碧云喜欢吃羊肉，于是就追了上去。吕二紧随其后，追到一处峭壁，山羊一个纵跃就跳了过去，可杨怀仁却因为追得太紧，来不及反应，直接掉进了深谷。碧云闻言如遭雷击，她瘫软在地，嚎啕大哭。旁边的吕二蹲在地上，不住地敲打自己的脑袋。好半晌，吕二擦干眼泪，他对碧云说：“妹子，咱们都要节哀啊，怀仁走了，可咱们还要继续生活啊。”碧云擦干眼泪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回了房间。吕二看着碧云的背影，悄悄叹息一声。傍晚，碧云身着一袭嫁衣红袍，正坐在镜子前梳头打扮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身影凭空出现在碧云身后。碧云一见，心中大喜，来人正是杨怀仁。碧云说：“怀仁，你回来了。”说着，她站起身想要给怀仁一个拥抱，却发现自己从怀仁的身体穿了过去。杨怀仁苦笑一声：“碧云，我已经死了，你要当寡妇了。”碧云哭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怀仁，我本来打算今晚也要随你而去的，你看我这一身红衣好看吗？”杨怀仁正色道：“碧云，你不能死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被吕二害死的，他一直都想把你占为己有。前些时日，他假借给咱们置办婚礼用品，偷偷去了保定我家，将咱俩的行踪透露给我父亲。他们约定今日想要把我抓回家，过程中我不慎掉入深谷摔死。碧云，听我的，赶快离开这儿，然后找个疼你的人好好生活。”碧云听到此处，早已泪如雨下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她哭着说：“怀仁，我这辈子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来地下陪你。”这下可把杨怀仁急坏了，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毕竟人鬼殊途，他根本无力阻止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女儿，住手！”话音刚落，屋门就被推开了。紧接着，碧云的母亲韩氏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她怀里还抱着碧云养的那只小花猫。碧云一见是母亲，顾不上其他，一头扎进韩氏的怀中，母女俩相拥而泣。碧云哭着说：“娘，这2年您去哪了？”韩氏朝杨怀仁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怀仁，这件事与你家也有关联，我还得从头说起。2年前的深夜，一群黑衣人闯入沈家，其实那群人是附近山上的强盗。
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指使，目的就是要破坏杨怀仁与碧云的婚事。那个幕后黑手就是杨孝军的小妾程氏，也就是杨怀仁的后妈。本来程氏买通强盗，想要结果了母女二人的性命，可强盗一眼就相中碧云，想要她做压寨夫人。韩氏为了保护女儿，以命相拼，被强盗一脚踹开，头碰到桌角，顿时血流如注，晕倒在地。强盗以为韩氏已死，所以只带着碧云离开沈家。后来韩氏被碧云养的花猫所救，花猫还没有修炼成人形，只能看着强盗把碧云带走。韩氏养好伤后，一直在寻找女儿的下落。刚刚一个声音在韩氏心中响起：“你女儿有难，快去搭救。”话音刚落，韩氏就来到了碧云的门外，母女这才相见。杨怀仁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恨恨地说：“好个程氏，我绝饶不了他。”韩氏问道：“怀仁，你怎么落到如此地步？”杨怀仁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。韩氏说：“这个吕二也太歹毒了。”正在这时，门外有人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我歹毒？我救了你女儿一命，她不该报答我吗？我一直都喜欢她，可她却要嫁给杨怀仁，我不甘心。”大家转头望去，发现吕二早已站在门口。吕二面目狰狞地说：“碧云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前段时间我去保定杨家，把杨怀仁的行踪告诉了杨孝军。我们约定今天在山上设下埋伏，将杨怀仁抓回家。谁成想他在逃跑途中掉入深谷摔死了。”吕二眼中流泪，嘴却在笑。他喃喃道：“我不想的，我不想的，我只想让他们把你抓回家，这样碧云就是我的了。”吕二大笑着离开，口中不断重复着什么。碧云说：“他这是怎么了？”韩氏摇摇头说：“他疯了。”正在这时，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：“杨怀仁、沈碧云，你们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严军，严军特派我来帮助你们。刚才就是我送你母亲过来的，好让你们一家团聚。”说着，两道金光分别落在杨怀仁和沈碧云身上。片刻后，那声音说道：“好了，杨怀仁已经还阳，沈碧云脸上的伤也已痊愈，我的使命完成了。祝你们幸福快乐。”杨怀仁和沈碧云互相看了一眼，紧紧抱在一起。一家人回到保定，杨怀仁将程氏的罪行上报官府，总督按律治罪，判处程氏发配边疆，并将那伙强盗一网打尽。后来，杨怀仁和沈碧云结为夫妻，两人相敬如宾，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人类的情感真的很奇妙，同样都是爱情，沈碧云可以为了心爱的男人付出一切，吕二却因爱生恨，改变了本性，最终变得疯疯癫癫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